他喜欢吃饼干，和人类待了那么久，常见的食物没有不吃的。这片山头很快会有迁居的鹿群经过。你当然知道，和人类待得再久，你也还是鹿，生来便能够感受到同类的动向。听起来你很想和他们一起走。你想要像其余的鹿一样，用这对角，等它生长，用它打斗，争取配偶的欢心，再等它脱落。没有什么不好。那么多年里，这座山上再没有别的鹿，你难免觉得孤独。既然有了决定，为什么仍旧焦躁不安？我知道，也见到过。你走得远了，铃铛声也会变得很远，山下的人辨别得出来。他们会闻声赶来，看着你，带回你，恳求他们的山神不要离开。如果他听到这些，会立刻跳起来解开铃铛，让你不再受他们牵制。他也会为你的遭遇感到不舒服，因此现在还是不知道的好。毕竟困住你的也未必是这些铃铛。你这对脚已经足够松动，春末它就应该脱落。你只要用力地甩一甩头，就能让铃铛的声音没处攀附。为什么不做？你的眼神很像人。如果你还是头小鹿，出生时间，你应该不会犹豫。没什么，只是想起很早以前，我刚刚做了小齐将军时的事情，一心只想去战场，去发挥我所知所能的东西，无论是天赋、战技，还是兵法。但教会我这些东西的人，却不许我去。阿紫常向王进言，说我化形不久，身体还不适应，不宜出战。父亲以灵力为锁，每逢出征，就将我在家锁上半天。外面旗鼓和欢声响起时，母亲定会与我一起待在房间里，对我讲战场上的种种险情。她讲了很多，但我并不害怕。王的命令我从来也不放在心上。灵力做的锁，用枝叶一捏就捏碎了。有一天夜里，我轻易地离开了家，藏在运送辎重的板车里。军队出城10余里，父亲追来，我看到了他，他也看到了我。我没有回头，他也没有再追。板车绕过一个山坳，那天月光很明亮。我向前看，便看到一个偌大的世界。
向后看，便看到家园的轮廓。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？那时我还不明白。我的心里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都困不住我。直到后来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被一块玉佩困住了很多年，那是他留给我的东西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只想着与他的过往，其他无暇顾及。我不能看那块玉佩，又不能不看。它在衣襟还是胸口深处，我常常也记不清。有一天，我彻底找不到它了。肩上、怀中、发间，哪里都没有。玉佩不是它，如今我知道得很清楚。可那时的我不再有家人，也不再有他，只有玉佩。遗失了玉佩，就是遗失了一切。我沿着来时的路找，见到门就去敲，见到人就拦下来询问。有人说见过玉佩的踪影，但要钱粮才回想得起来。我给了他们钱粮。有人说知道几处盗贼的去处，但要我的剑，以保他日后安康。我给了他剑。没有东西可给，有人让我用劈柴印马来换消息。军伍里，还有与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曾劈过柴，印过马。我记不得那时想了什么，大概是这些吧。我最终找到了玉佩。失而复得的时候，我想过要找一个地方，把思维清理干净，牢牢地锁闭起来，只与我和这块玉佩长久地生活在里面。你觉得很可怕是吗？我也不想要他听见这些。我明白这是恐惧，恐惧失去与过往最后的联系，从此自己不再完整。困住你的大概是相似的东西。你没有真正试过独自觅食。不用拽我了，今天没有茶叶给你。人类为你挂上铃铛时会笑，听到铃铛远去的时候会悲伤。你能够判断他们的喜乐，更甚于你能够判断同类的。你离开之后，这里的人类能够倚仗什么，也还是未知数。失去迄今为止塑造你的一切，你很害怕是吗？我没有建议给你，只能告诉你我的结局。我没有去找那样一个地方，没有再执着于那块玉佩，也没有再想过往，甚至将与它有关的记忆全部忘却，因为我还要与它重逢。一辈子被困在回忆中，即便它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，我也找不到它。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做选择就会变得很容易。他早就回来了，我知道，而且有一阵子了。该偷听的也全都偷听到了。
我是说过不想让他知道这些话，但如今我并不恐惧让他知道。即便做出选择，脱困的过程仍然漫长，长可以长得有数千年，短却也不过须臾一瞬。只要与他在一起，须臾一瞬就能抵过几千年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也许真是这样。山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，这一代人离开后，村落也就空了。那几个老人和孩子在为你准备最后一次供奉的食物和香烛，他们想要感念你的庇佑，也解开你的铃铛，让山神从此不必为他们挂心。你可以去仪式上看一看。他有一肚子话想说，再不让他说出来，恐怕到今天晚上都会不得安宁。就算说了，也会用各种各样的名目，提各种各样的要求，很麻烦。但我乐在其中。